嘿，各位，歡迎來到2026年生存指南。我跟你說，現在這個年代真的是越來越魔幻了。連北極熊都在搞什麼多元成家，然後地球本人，好像也準備要跟我們鬧分手了。所以啦，如果你覺得最近生活壓力山大，不要懷疑，你完全正常。沒錯，你沒看錯，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。好，準備好了嗎？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從這裡開始。OK， 我們第一個要聊的就是這個聽起來有點可愛，但其實超硬核的話題。首先，我們來看看一則來自加拿大的新聞。哇，你第一眼看到這個標題，心裡是不是馬上想起那種溫馨配樂，想說天哪，這根本是動物星球頻道充滿母愛光輝的感人故事嘛？但現實總是比較殘酷一點。你看看這個對比，馬上就懂了。這根本不是什麼母愛大坑發啦。科學家說，這叫做揪團生存。講白了，就是因為現在環境真的太差，太難混了。他們發現自己一個單打獨鬥根本活不下去，不如組個隊一起打怪，生存幾率還高一點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那隻被領養的小熊心裡在想什麼嗎？他可能本來還暗自竊喜，太棒了，換個媽媽，我的熊生是不是要從困難模式直接跳到度假模式了嗎？結果嘞，換了新家，午餐一樣是冷冰冰的生魚片，而且現在還要跟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搶食物。這就告訴我們，在2026年要換環境之前，真的要先想清楚，不然你可能真的只是從一個小冰坑跳進一個更大的冰坑而已。講到冰，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應該就是冷吧？但跟你說，2026年的天氣根本就是一場大型的愛情詐騙。你看，科學家不是都跟我們說，今年是反聖嬰現象嗎？照理來說，天氣應該會涼快一點，對吧？應該是很舒服的那一種。結果呢，澳洲直接給你飆到40度，這就好比你去看期末考成績單，你本來覺得，這次考題好像不難啊，應該可以涼了，La Nina穩過了。結果成績單發下來，哇，紅彤彤一片，根本是熱浪等級的災難啊！我真的覺得現在的氣象主播壓力一定很大，他們手上拿的不該是衛星雲圖，應該直接改拿塔羅牌。以後播報氣象可能就變這樣。各位觀眾，我剛剛幫明天抽了一張死神逆位，雖然電腦數據顯示會是涼爽的好天氣，但我的直覺告訴我，大家明天會熱到人間蒸發。所以到頭來，我們能相信的，沒錯，只剩下你手上的冷氣遙控器，這才是2026年唯一不會背叛你的好夥伴。好，如果天氣熱到爆炸，你還能忍受，那接下來這個消息，我跟你保證，可能會讓你徹底崩潰。關鍵就在這裡，到了2026年，全球的可可產量是直接雪崩式下跌，價格呢，直接衝破天際，創下歷史新高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以後我們買巧克力可能不是去便利商店，而是要去銀行的保險庫，還要簽本票。沒錯，就像這裡說的，以後送巧克力已經不是什麼單純的浪漫行為了，不，那是一種非常直接、非常赤裸的財力證明。真的就是這麼誇張。以後在路上，如果你看到有人送了對方一整盒金沙，那他不是在求婚，就是在跟你炫耀。我剛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哦。我看以後學校老師獎勵考100分的學生，可能就變這樣了。同學，你很棒，來，老師獎勵你，聞一下這顆可可豆的味道。所以你看，這就是2026年的現實。我們大家這麼努力節能減碳，保護地球，到頭來才發現，原來我們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理想，我們是為了整住自己那岌岌可危的下午茶點心吶。好了，講了這麼多讓人心累的消息，我們來快速總結一下，在2026年，你到底該怎麼活下去的幾個關鍵法則。好，所以幫大家畫3個重點。第一，學北極熊，不要再單打獨鬥了，趕快找個大腿抱，揪團就對了。第二，對氣象預報永遠要保持着一種健康的懷疑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用你的生命去守護你手上僅存的每一塊巧克力。沒錯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最終建議。如果你現在手上剛好有一片巧克力，拜託，請把它當成台積電的股票一樣，給我好好的、緊緊的握在手裡。好啦，感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。